我穿越成了个虐待儿子，想弄死瘫痪丈夫的恶毒女人。看着瘦瘦的小儿子，天生坏种大儿子以及瘫在床上的病美人相公，好在我有厨艺和灵泉空间在手，生活不愁，各路美食应有尽有。原主丈夫本是义气当家少年郎，可一争4万，成了个烂在床上的废人，吃喝拉撒只能靠3岁幼子。可突然有一天，那个任由他自生自灭的女人变了。娘亲，哥哥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年年和爹爹。神只看向正抱着他的腿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娃娃，他心里压抑得喘不上气。他穿越了，一串串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涌入了脑海。原来这小娃娃是我如今这副身体的3岁小儿子。娘亲，别不要年年，年年和爹爹可以不吃饭，年年摘野菜给爹爹吃，我们不费粮食的。这原主真不是人啊！娘亲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小家伙给他磕起了头，小脑袋的磕在地上。别磕了，快起来！他弯身刚想将他抱起来，眼前忽然闪过一道影，下一瞬，小家伙就已经重重摔了出去。神只震惊地望向那道影，是个约莫5岁大的小胖子，他长得干干净净，和小脏娃的打扮一个天一个地。这就是原主的大儿子吗？简直被宠得无法无天。娘亲，看，我把小娼鬼踢开了，我们走吧。神只看了一眼捂着肚子起不来的小脏娃，又看看眼前的小坏种，气得发抖。娘，你咋扯我耳朵？疼死了！谁让你踢他的？他可是你弟弟。他不是弟弟，是小娼鬼，是讨命鬼。小坏种哭得很凶，还憎恨上神指了，心里一发狠，便使劲踢了他一脚。坏娘亲，你是泼妇，你不要脸，我要杀了你！膝盖下的腿骨传来钻心似的疼。神只下意识地低哼一声，哼，活该，让你不听我话，让你揪我耳朵。小坏种趁机又踢了他一脚，神只避之不及，一屁股倒在地上。坏蛋哥哥，不许欺负娘亲！小脏娃不知什么时候挪到了他们身边，他抱着小坏种，在他腿上咬了一口。小娼鬼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眼看着小脏娃被小坏种扑倒在地，拿着石头就要砸他脑袋，他一把推开小坏种。涂锦州，住手！怎么样，身上痛不痛？他刚刚是不是踢到你肚子了？小脏娃愣愣地望着他，圆圆的眼眸清澈透亮。楚锦州见他关心小脏娃，拳头捏得紧紧的。抢我的娘，这是我的娘！小脏娃又被踢了一脚，这回他憋不住了，委屈巴巴地抽泣起来。神指目光落在了楚锦州身上，冰凉寒冷。下一瞬，楚锦州的哭声在小院里爆发。神只在他屁股上扇了10几下。你要是再敢打你弟弟，下次可不是打几下，我会把你绑起来，用竹竿抽。神只抱起还惊诧的小脏娃回屋，楚锦年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在他的记忆里，他从来没有被娘亲抱过。娘亲的怀抱好温暖啊！进了屋，神只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。堂屋只有一张桌和几个破破烂烂的椅子，打量了一会儿，慢慢来吧，以后我不会让他再欺负你。如果他打你了，你告诉我，我会。话还没说完，这小家伙一头扎进他怀里，紧紧抱住他。娘亲，神只怔了一下，紧绷的身体渐渐放松。乖，别哭。来到这个陌生的朝代，这2个孩子的爹已经死了，既然我成了他们的娘，便养着他们吧。反正这小东西挺乖的，至于外面那个小坏种，看看能不能把他教好吧。娘亲，不要扔掉年年和爹爹，我们不吃饭，一点也不吃。小傻瓜，娘亲不会扔你们的。那娘亲不要走，年年可以摘野果子，山里有好多。他抹了几下眼泪，有野桃子，有野炮，还有野菜，我都能摘。娘亲不走，只是你才3岁，以后再也不许一个人上山，不然会被老虎吃掉的。不会的，没有老虎，我每天都会去。反正不许去。琢磨着琢磨着，他又忍不住抬头悄悄看了神指一眼。娘亲，抱我了，竟然没有扔掉我。明明娘亲要带着哥哥跑掉的，可现在娘亲抱着我了，而且娘亲竟然还打哥哥，这是以前绝对不会发生的事。小家伙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那以后哥哥欺负我和爹爹，娘亲会不会帮帮我们呢？原本猜测着，却忽然想起什么，急忙从神指怀里钻出来。爹爹，娘亲，救救爹爹！神指望向了那一扇门，那门上还挂着锁。早上原主去检查，发现丈夫已经饿死了，这才锁上门，喜滋滋地收拾东西，带着大儿子回娘家。谁成想却被他穿了来。想要住在这里，就必须把尸体给处理掉。
至少得把那人给埋了。你在这里待着，我去看看他。做好心理准备，神指走到门口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屋子里混杂着的各种臭味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回头看了一眼正悄咪咪想走过来的楚锦年，进了屋，除了一张破柜子，便只有一张小床，床上躺着个人，他身上盖着破烂得看不出颜色和形状的被褥，床旁边还放了一个破木桶，这应该是小儿子放的。捏了捏拳头，他来到床边，目不斜视地拉开包裹尸体的被子。一道轻的几乎听不清的呼吸声短促地传进耳膜，犹豫了一瞬，他伸出手指在他鼻下试探了一下，这人还活着。他顾不得什么，连忙将人扶了起来。娘亲，你不要扔掉爹爹，就让爹爹住在这里吧，我照顾爹爹。我没有要扔掉他，我只是想救你爹爹。他将男人身上的破衣服给扒了，身前倒还好，只是身后一大片褥疮。楚锦年看见他身后的伤，爹爹，痛，都怪年年没发现，爹爹。想要让这人活下来，得让他身后的褥疮好起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水来。他在心里默念了一句，很快一碗晶莹的水在他手上。他这空间灵泉跟了他好几年，平时他只会喝2口，可这男人情况危急，一狠心他便放了一碗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将泉水喂了下去，而后又将泉水洒在他的褥疮上。这泉水能强身健体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起死回生呢。神指抬眸望向泪眼朦胧的楚锦年，小家伙心虚的捂紧肚皮，不敢看他。当务之急还是给小家伙弄点吃的。神指悄悄检查了一下，有辣椒、大料、生抽、酱油、花椒之类的东西，甚至还有1桶油。罢了，换点钱应该也够买点米煮一锅粥了。看他急匆匆出了门，楚锦年连忙来到床边，仔细看了看楚长风身上的褥疮。爹爹，黏黏糊糊，不痛。张大娘在家吗？很快门开了，走出来一位中年女人，看见是她，女人面色一沉，楚家的，你叫我干啥？神指扯着笑脸，将12个铜板递给她。张大娘，我能不能跟你买点米？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张大娘撇了撇嘴，进来吧。神指，你换这么点米，又打算和你那胖儿子吃独食？哪能啊，我想熬点粥给我家长风喝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给你男人煮粥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神指知道原主是什么样子，村里人大多数都看不惯他，他也没有反驳。张大娘舀出了几碗米，差不多就是3斤的样子，也值12文钱。不过犹豫了一瞬，他又舀了半碗。拿去吧，既然知道照顾你男人了，你也得好好待年年，好歹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瘦得像只小猴子，你也忍心？神指接过米，有些心酸。张大娘，我知道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长风和年年，不会再做错事了。张大娘愣了愣，你知道就好，长风他爹娘在地主老爷家做工，挣的银子不少，你的日子不会难过的。那我就先回去，今天谢谢大娘了。看着他提着米转眼就要消失在院门口。等等，神指疑惑地回头，张大娘咬了咬牙，转身回屋，片刻后提了一块猪肝出来。你拿回去做给孩子们吃。虽然猪肝这种东西不值钱，可这么一块也要1、2文，普通人家也要狠狠心才舍得买一块。他忘了接，直愣愣地盯着张大娘。给你，你还嫌弃？又不是让你吃，是让你给孩子们吃。说着，将猪肝塞了给他。神指盯着手里的猪肝和大米看了许久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回到家，刚踏进院子，楚锦州，你干什么呢？刚进去就见楚锦年躺在地上，脸上都是脏兮兮的泥，眼泪将泥合得不堪入目。小娼贵，不要脸！我和你说过的，你要是再敢欺负弟弟，我就把你绑起来，用竹条抽。楚锦州害怕地吞了吞口水，片刻后，拿了根绳索将他绑了起来，竹条划过空气，重重落在楚锦州身上。楚锦年听得小身体直发抖。你是傻蛋吗？就任凭他欺负，他欺负你，你就还回去。楚锦年瘪着小嘴巴，委屈兮兮的。走，回屋，娘亲给你洗洗脸，以后有娘亲在，不要怕。好了，小脸干净了，娘亲给你做饭吃。神指进了厨房，用了空间的配料，做出来了一盘不属于这个年代的菜品。知道错了没有？还敢不敢欺负弟弟？这小坏种怕是教不好了。楚锦州看了一眼桌上诱人的饭菜，连忙端着米饭就开吃。吃吧，别光咽口水。都给我。都给你。那我可以分给爹爹吃吗？
我就吃一点点。你爹爹现在还吃不了东西，等他醒过来了，娘亲会给他煮粥的。小家伙小心夹了一块猪肝塞进嘴里。这是猪肝吗？这不是呀，上回东东哥哥悄悄给我带了一块猪肝，不是这个味道呀，一点不腥也不柴，比最好吃的猪肉都好吃，比牛牛哥哥上次分给我的那一口糖葫芦还好吃。娘亲，好好吃呀，这真的是猪肝吗？这是肉吧？太好吃了。这小东西真是讨人喜欢，这个菜比最甜的野菜都好吃。楚锦州看着2个盘子里的菜都空了，而楚锦年小碗里堆着满满的猪肝和儿菜。我还要吃，小猖鬼，你把我的肉还给我！你自己的已经吃完了，不许再抢弟弟的，不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吃。楚锦年看着他，犹豫半天，想要把菜分给楚锦州。快点把你这一碗饭菜吃光，不然下一顿就不给你吃了。原来娘亲还打算下一顿也给我吃的吗？不分了，就算哥哥打算打死我，我也得做个饱死鬼。神指去看了楚长风一眼，快点好起来吧，那小家伙那么喜欢你，如果你真死了，他得哭成什么样啊？如今是夏天，太阳升到了半空，天气格外炎热。时间还早，去一趟县城吧，了解一下情况，在空间里的果子卖一部分。没有钱的日子实在让人心慌。卖油桃喽，又大又甜又脆的油桃，不好吃不要钱嘞！喊卖声将旁边府邸的人吵了出来。喂，乡下丫头，这里不准卖东西，赶紧走，喊得人耳朵疼。夫人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叫卖。这回知道了就赶快走，别来了。夫人，我惊扰了您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拿2个油桃，全当赔罪了。这个时节满大街都是桃子，有什么稀奇的？这桃子怎地没有毛？和街上卖的桃子不一样啊！而且这桃子红艳艳的，颜色格外漂亮，也格外诱人。这是油桃，没有毛的，又脆又甜，您可以尝尝。老婆婆犹豫片刻，拿帕子将油桃擦了擦，便试探性地咬了一口。这么好的桃子，要是买回去给老爷夫人们吃，说不准我还能得点赏赐。对了，小少爷应该会很喜欢吧？夫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怎么了吗？姑娘，你这些桃子是怎么卖的？夫人，我家这桃子你也吃了，我敢说比县城里所有桃子都好吃。这桃种可是从胡人那儿买来的，才会这么香甜，所以价格可能也会比其他人卖的贵。你就说多少钱吧。3文1斤。夫人，你这么高门大户的，会不会觉得这价格太低了？也是，您这样身份尊贵的夫人，平日里估计都是吃荔枝那种昂贵的果子吧？三文就3文，你这点桃子，我洒水的事儿就都要了吧？好嘞，还是您这样的夫人大气。秦婆子心里莫名有些开心，谁被人这么捧着，都会开心吧。这桃子31斤，算你90文好了。拿到钱后，神指又去集市上卖了200文。今天差不多卖了300文，这300文应该够买肉买粮了。少爷，老奴买了好东西。秦姨，什么好东西啊？是桃子。你自己吃吧，我不想吃桃子，味道又淡，还酸酸涩涩的。哎呀，我的少爷，这个桃子可和外面买的那些不一样，你快尝尝看。秦九安看了看桃子，又看了看秦婆子笑眯眯的脸，虽然不喜欢，可还是拿着油桃咬了一口。秦九安一口气就把桃子吃完了。哎呀，慢点吃，给你留了10个呢。还有，这桃子太好吃了，秦姨，吃起来脆脆甜甜的，跟别的桃子都不一样。难得有什么东西能得他夸赞，秦婆子笑得合不拢嘴。喜欢就好，老奴明日多给你买些。吃完一盘，秦九安突然觉得有胃口了。秦姨，我突然想吃饭了。当真？得到肯定的答复，他连忙乐颠颠的去准备饭菜。太好了，没想到这桃子还有这么大的作用。我家小少爷整日蔫巴巴的，都小半个月没有好好吃饭了。这桃子真是买对了，明天必须把那姑娘的桃子全部买来。神指回到家就看见楚锦年正给楚长风捏腿。年年，我给你买了桃子。娘亲，原主对这孩子不好，让他亲近自己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。自己洗桃子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楚锦年立刻下床，拿着桃子就去洗。娘亲，这个洗好了，那你吃吧。给我。年年，娘亲以后不会扔下你和你爹爹，以后会好好待你，我有什么就给你吃什么，吃吧。娘亲吃，
娘亲不吃，年年快吃。小家伙观察了他许久，他才轻轻咬了一口油桃。哦，小家伙不敢相信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得将桃子藏起来，不能再吃了。爹爹还没吃呢，等爹爹醒过来了，我要把这世上最好吃的桃子给他吃。沈芷去到厨房做今天买的肉，楚锦年一看就营养不良，所以用大棒骨炖汤时，沈芷加了点灵泉水。这回是肉呀，我和爹爹都没有吃过肉呢。不过悄悄闻一闻就好了，他清楚每一次娘亲买回来的肉都是给哥哥吃的，他和爹爹是没有的。年年，锦州，快点吃饭了。把他拖出去，我不要和他睡觉，把他埋掉，他死了。楚锦州，这是你爹，这是爹爹，不能埋掉。他恶心死了，他尿床，他不会拉屎。不会的，爹爹不会，我会帮爹爹倒的，就算床脏了，我也会帮爹爹洗的。年年，所以你爹爹的床单被罩都是你洗的？娘亲，不要赶走爹爹，爹爹会乖乖的，年年会照顾好他的。乖孩子。楚锦州双手捏得紧紧的。楚锦州，你不想在这床上睡，你就去隔壁的小房间里睡，不然就别睡了。我自己睡就自己睡，你们别后悔。看着楚锦州躺上了床，沈芷才端了一盆水回到卧房。爹爹，用力！爹爹，就快要尿出来了，快呀，你快点尿出来呀，不然一会儿娘亲就要回来了，万一她嫌弃你脏怎么办？你如果尿床了，就会被她发现的，我没机会洗的。只见他拿着个小夜壶，架在楚长风腹部以下的位置，还将他某个地方塞进了夜壶里。嘘嘘嘘，嘘嘘嘘！哎呀，爹爹呀，这可咋办呀？楚长风，楚长风，你快点尿尿，不然我把你带把的割掉。年年，娘亲，完了！把夜壶拿开，我先给他擦擦身体。小家伙连忙照做，擦完，沈芷看了一眼男人的下半身，这人昏迷着，不会真的尿床或者吧？娘亲，我陪爹爹睡，爹爹要是尿床了，我给他捂捂就干了。算了，反正床上这人是个瘫的，还没意识，睡在这里也无所谓。年年，你别管他了，快点睡觉吧。小家伙连忙缩进被窝，片刻功夫就睡沉了。夜晚楚长风醒了，似乎在忍耐什么。年年，爹爹，你醒了。爹爹，我以为你不要年年了，我以为你死掉了，你不许死掉，要陪年年的。楚长风叹了口气，他也以为自己死了，可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又醒了过来。年年，爹爹想尿尿了，对不对？别怕，年年伺候你。小家伙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摸黑抱起夜壶，熟练地伺候他。听着声音，沈芷感觉怪怪的，好在那声音持续了一会儿，便消失了。爹爹，你没有死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次是回光返照吧？年年，你娘亲和哥哥说什么你就听着，熬一熬，等过些日子，爷爷奶奶回来了，你就让他们带你走。不，我要陪着你，还要伺候你，我哪里也不去。我要是走了，你尿尿怎么办？你尿床了，娘亲和哥哥欺负你，打你怎么办？年年，如果哪天爹爹死了，你就按我说的办，一定要跟着爷爷奶奶走，一定。沈芷在旁边听着他们说的话，心里沉甸甸的。年年，听爹爹的话。爹爹胡说八道，爹爹才不会死掉。年年的爹爹是全天下最好的爹爹，会长命百岁的。对不起，爹爹保护不了你。沈芷听见男人的话，眼泪不听话的流了出来。爹爹，你等等哦，有好东西。片刻功夫，小家伙摸黑回来了。爹爹，快吃！我跟你说哦，这个桃子可好吃了，比糖糖还甜。说着，他就拿着桃子往楚长风嘴边塞。这桃子怎么这样好吃？爹爹，是不是超级好吃的？年年没有骗你吧？很好吃，年年带回来的东西都很好吃。楚长风吃了一口，就舍不得吃了。年年，剩下的你都吃掉吧。我已经偷吃了很多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你要是不吃，年年就生气了。哼！爹爹不习惯吃桃子，可是真的很好吃呀。那年年多吃点。小家伙扭过头不说话。楚长风知道他的小脾气很倔，那你陪爹爹一起吃。沈芷静静地听着他们说话，听着他们分享可怜兮兮的半个油桃，忽然很羡慕，羡慕的想哭。即使他们那么难，可在这一刻，他们却那么开心。楚长风听着小家伙说了这么多，却不觉得高兴，反而觉得沈芷心里是不是憋着什么坏。年年，如果你娘说要把你卖掉，你就去找村长，躲在他家，不要出来。娘亲不会卖我的。爹爹，我觉得娘亲变得好好呀，我好喜欢娘亲了。不行，趁我还有时间，得给这小笨蛋想好后路。年年，你去把你娘亲叫来，我有话要和她说。爹爹，娘亲和我们一起睡觉觉的。楚长风一愣，
这神旨怎么会在这里睡？自从他从战场回来还瘫痪之后，看他一眼都嫌晦气。爹爹，现在好晚了，不要叫娘亲了，不然她会生气的。她生气了，就不让你在这里睡觉觉了，乖哦。好，听年年的。现在确实不适合惹怒神旨，毕竟如果他迁怒年年，我实在保护不了小家伙。神旨，我不会拖累你，你喜欢周周，随便你带他去哪里。不过你得让年年跟着他爷爷奶奶。你不会死的，我昨天给你买了药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问过大夫了，你只是暂时瘫了，好好吃药的话，还是有机会恢复的。等恢复了之后，你就天天上山给我打猎赚钱。你要是死了，所有人都说是我把你害死的。你想弄坏我的名声，没门儿！楚长风望着他的背影，果然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。不过，我怎么可能还站得起来？神旨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去！他一个身高8尺的男人被一个女子抱起来，这是在践踏他。神旨，我抱你去吃饭，何况昨天也是我把你抱进来的。爹爹，娘亲可厉害了，别怕，不会掉下来的。哇，白米粥，哇，肉肉，吃吧。你用勺，太久没吃东西，慢慢吃。楚长风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之前神旨不给他吃任何东西，他每日吃的都是楚几年弄回来的野果，胡乱煮熟的野菜。快吃啊，愣着做什么？楚长风拿起勺子，一勺热乎乎的鲜肉米粥入口，他忽然感觉眼睛有些酸涩。你们在吃什么？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他目光落在楚长风身上，怒气达到了顶峰。没用的死摊子，你竟然喝我的粥！他端起粥，猛地朝父亲泼去。爹爹！神旨对着楚锦州使劲抽了一耳光，楚长风平静的眸底闪过一丝惊诧。神旨扯着楚锦州，将他拖去了院子里，接着又是将近1刻钟的竹条抽打。楚锦州，我和你说的话，你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吗？我倒是想要看看你能不能每天都挨打，是不是喜欢挨打？你不是我娘，你是恶毒的后妈。就因为我是你娘，我才不能让你继续当小畜生。我讨厌你，我会杀了你们的。坏蛋哥哥，欺负爹爹，坏蛋哥哥。楚长风垂着头，一个大男人，如今竟沦落到被一个小孩子欺负。楚长风，我烧了水，你洗洗。我自己脱，你出去吧。神旨不顾及他的反抗。神旨，你出去，我自己可以。好了，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？我昨天还给你换衣服，给你的褥疮擦药呢，哪里没看过？以后不用你。神旨撇撇嘴，趁他不注意，一把将他抱起来，放进了浴桶。洗澡这样的奢侈的事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了。楚长风，你快点好起来吧。楚锦州那个小畜生，以后你管吧。楚长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神旨心脏忽然猛跳了一下。你看我干什么？神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上他这双眼，神旨说不出话来。神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楚长风，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好起来，没有任何别的目的，不管你相不相信。楚长风和他对视良久，忽然垂下了眼眸。洗完澡，将他放在床上，神旨给他盖了被子。我要去一趟县城，你歇着吧。楚长风淡淡地望着他，没说话。他一走，楚锦年就凑到了床边。爹爹，你乖乖睡觉吧。年年跟着牛牛哥哥他们去找野果子去了，我昨天就没去了。那不要跑远，早点回来，家里很多柴火，不要捡了。知道啦。年年，这里。年年，你昨天怎么没来？年年，我家昨天做了白面馒头，我给你留了一点，你拿回去给你爹爹吃。我昨天摘了3个野桃，都给你留了。大家都围到了楚锦年身边，一只只小手里都拿着各种吃的，小家伙都快看花眼了。东西都放到了他的小篮子里后，楚锦年才说昨天为什么没来。年年，别难过，没事的，我爹爹已经好了。今天你们都要干什么呀？我帮你们割猪草、捡柴火吧。楚锦年很会干活，帮他们割猪草、捡柴火，可不就所有人都喜欢他。牛牛哥哥，今天我先帮二丫姐姐和三娃哥哥割猪草了哦，明天再帮你们。好。另一边，神旨也进了县城。丫头，漂亮丫头。夫人，昨天买的桃子喜欢吗？今天要不要再买一点？要，剩下的油桃我都要了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我今天看了一早上，也没有看见你，咋大中午才来？因为我从村里走过来，要花1个多时辰。哎呀，咋那么远呢？婆婆，你今天还要买多少桃子呀？都要，你不知道，昨天买的油桃拿回去都不够分的。可是你昨天买了30斤呢，是不是家里人太多了？
这可不是我家，我只是府里的一个管事婆子。昨日我把油桃给哥哥房里拿了些，谁知他们吃完都来问我要，我去哪里找啊？神芷挑了挑眉，她这也算是遇上了大客户了。小丫头，你这一个背篓里的油桃太少了，还有没有啊？明天还来吗？婆婆，我家这油桃不多，卖不了几天的。不过如果你要的话，剩下的我都可以卖给你。老婆婆一听，连忙和她商量每天送多少过来。很快，一背篓的油桃空了，神芷手里也多了几百文。想到楚锦年破破烂烂的小草鞋，神芷去了布庄。如今还没什么钱，只能先给小家伙买一双普通的小布鞋。好在如今是夏天，不至于让他受冻。走进自家院子，年年，你在干什么？娘亲，看见他回来，小家伙有些心虚。谁让你洗这些的？你洗得干净吗？干净，我洗得特别干净的。娘亲，我采完了之后还会搓的，你不要嫌弃爹爹。爹爹如果尿床了，我会帮他洗的。神芷叹了口气，走，娘亲给你买了好吃的。娘亲买了什么好吃的？会分给年年吗？还会分给爹爹吗？可不可以分一点给爹爹？年年可以不吃的。都有份。神芷将车厘子拿了出来。红果果，娘亲，年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果子。爹爹说太红的果果是不可以吃的，有毒。爹爹还说……还没说完，他嘴里就被塞了一颗车厘子，果子一咬破，车厘子甜滋滋的味道溢满了口腔。好好吃呀，这是神仙果果吗？小家伙吃着吃着就眯着眼发起了呆。楚小年，回神了，吃到好吃的，怎么还发呆？娘亲，再给我一颗吧，好不好？就一颗。神芷在他手心放了一颗，拿到车厘子，他像只乐颠颠的小狗崽儿，撒欢着跑向了卧房。爹爹，年年给你拿了好吃的果果，甜滋滋的，全天下第一甜。年年吃，爹爹不吃。楚锦年皱着小眉头，趁他张嘴说话之时，直接将车厘子塞到了他嘴里。不吃，就知道说不吃，专门给你要来的，你还不吃，傻爹爹，饿死你得了。楚长风眼底闪过一丝无奈和宠溺，吃着果子，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诧。这果子我怎么从来没有吃过，也从来没有见过，好甜。这里还有。神芷一走进来，就对上了楚长风那张略显享受的脸。年年，你是个小仓鼠吗？把好吃的都藏起来给你爹爹了。楚锦年没怎么被他抱过，小脸一下子就变得红扑扑。吃吧，这种果子很珍贵，我总共就买了这么一点儿。小家伙试探性的拿了一个塞进嘴里，发现神芷没管，他又悄悄拿了一个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进楚长风嘴里。娘亲，谢谢你给我吃这么好吃的果果。神芷突然盯着小家伙观察了一会儿，渐渐的，他发现这小家伙长得还挺好看，不怪他现在才发现这个事实，实在因为这小人太黑了，天天在外面晒太阳干活，可不就黑，可五官却长得极为漂亮，特别是那双遗传了他爹的大眼睛，像是会说话似的。